黄帝内经》中说冬3月，此谓必藏，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也就是说，从自然界万物生长规律来看，冬季是万木凋零、生机潜伏闭藏的季节，人体新陈代谢相对缓慢，阴精阳气均处于藏伏于内，机体表现为内动外静的状态。因此，冬季养生应顺应自然界闭藏之规律，以敛阴护阳为根本，应注意保存阳气，为来春生机勃发做准备。在平时的生活起居中，需要顺应自然规律，不要因扰动阳气而破坏人体阴阳转换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老年人，一般气血虚衰，冬季的起居更应早睡晚起，避寒就暖，绝不提倡闻鸡起舞，而应该和太阳一起起床。在精神调摄方面，要保持精神情绪的宁静，避免烦扰妄动，使体内阳气得以潜藏。老年人可根据自己的体质爱好，安排一些安静闲逸的活动，如养鸟、养鱼、养花，或练习书法、绘画、棋艺等。在饮食调养方面，冬季人体内阳气内藏，宜遵循秋冬养阴虚者补之，寒者温之的古训。冬季天气寒冷，人易感受寒邪，应少食生冷，以免损伤脾胃的阳气。而要食用一些滋阴潜阳、热量较高的食物，但也不宜燥热。俗话说今年冬令进补，明年三春打虎，这是在强调冬季进补对健康的益处。而传统中医也认为冬季进补有助于体内阳气的发生，能为下一年开春直至全年的身体健康打下基础。于是在冬季，现代人要补时补气上阵，都希望能补出一个健康的体魄。但是中医专家认为，冬季进补也是要讲原则的。一般来讲，体质虚弱有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之不同，如果不加分析，盲目进补，不但不能强身健体，反可能补出副作用。因此，冬季进补一定也要讲原则。首先，不要随意服用补品，无需滥补。进补的意识，不少人都有，但对于如何进补，人们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不少人认为，只要是具有较高营养价值的东西，都在冬季进补范围之内。于是滥用补品现象时有发生。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身体很好，对寒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在冬季就不要刻意进补。过多进补不但对健康无益，反而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如服用过多的人参，会出现烦躁、激动、失眠等人参滥用综合症。其次是平素肠胃虚弱的人，在进补时应特别注意。药物入胃全靠肠胃的消化吸收，只有肠胃功能正常，才能发挥补药的应有作用。对于这类病人，可先服用些党参、白术、茯苓、陈皮之类调理胃肠的药物，使胃肠功能正常，再由少至多的进服补药，这样机体才能较好的消化吸收。若不顾肠胃健康，大量进食补品，特别是过于滋补的养阴之品，会进一步加重脾胃负担，使长期处于虚弱状态的胃肠无法承受，导致消化功能紊乱、腹胀、厌食、腹痛、腹泻等症状也会出现。然后在感冒或其患有其他急性病期间，应停服补品。尤其是有些体质虚弱的人，应该等急性病治愈后再继续进补，否则会使病症迁延难愈。最后，在滋补的同时，应坚持参加适当的体育运动，因为这样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加快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胃肠道对滋补品的消化吸收，使补药中的有效成分能够被机体很好的吸收。人们在选择补品的时候，往往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越贵重越好。其实不然，因为补品的价值和价格根本就不成比例。俗语说药正相符，大黄易补，药不对症，身容易毒，因此药无贵贱，对症即行。对于一般无病而体弱者，冬补还是以食补为主，兼有慢性病者，则需食补加药补。有许多食品为药食两件物品，因此食补和药补并无严格区别，关键在于合理调配，对症施补。下面介绍的这些药并不贵重，但只要合理搭配，对症进补，就能起到贵重药的效果。
冬季是各种疾病的多发季节，天气寒冷并相对干燥，患者在受到寒冷刺激后，毛细血管收缩，易导致血管阻塞，血液流通受阻，使血管内的毒性物质不易排出，从而诱发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复发。因此，保健就显得至关重要。喝粥是既方便有营养的选择。传统观念中，白米粥一向被视为最养人的食物。大米经过长时间煮制，水分含量更高，淀粉互化更充分，也就更容易被小肠吸收。而粥里含有的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都是水溶性营养物质，将粥熬得稀烂以后，给消化不良、脾胃不好或者手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的病人吃，更有利于粥中营养物质的吸收。但白米粥的营养过于单一，而且其中纤维含量较低，不利于排便。其实，想要粥更养人，不妨做时加点料，比如加点山药、栗子、萝卜等食材，或者枸杞、决明子等药材，既能御寒，还能补身，预防疾病的产生。喝粥可以延年益寿，各种食材熬煮成粥，含有更丰富的营养素与膳食纤维，对于年长、体弱人或病人，多喝粥可防小病，更是保健养生的最佳良方。下面介绍2种可防病御寒的保健粥。大白菜是冬季上市最主要的蔬菜种类，有菜中之王的美称。由于大白菜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适口，做法多种，又耐贮藏，所以是人们常年食用的蔬菜。但是，为什么冬天是人们吃大白菜最多的时候呢？因为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阳气处于潜藏的状态，需要食用一些具有滋阴潜养理气功效的食物，于是大白菜就成了这个季节的宠儿。千万别小看价格低廉的大白菜，其营养价值很高。它所含的多种营养成分对人体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由于其所含热量低，还是肥胖病及糖尿病患者很好的辅助食品。含有的微量元素钼能阻断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在人体内的生成，是很好的防癌佳品。中医认为，大白菜味甘，性平，有养胃利水、解热除烦之功效，可用于治疗感冒、发热口渴、支气管炎、咳嗽、食积、便秘、小便不利、冻疮、溃疡出血、酒毒、热疮等。例如，《本草纲目》中说大白菜甘可无毒，利肠胃等。同时，大白菜还是一款美容佳蔬，其丰富的维生素 E 是脂质抗氧化剂，能够抑制过氧化脂质的形成。皮肤出现色素沉着、老年斑的生成，就是由于过氧化脂质增多造成的。所以，常吃大白菜能防止过氧化脂质引起的皮肤色素沉着，抗皮肤衰老，减缓老年斑的出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白菜在凉拌和炖菜时最好与萝卜分开来，不要混杂在一起，那样可能会产生一些相互破坏营养成分的不利影响。患有慢性胃炎和溃疡病的人应少吃大白菜。北方地区的居民还经常把大白菜腌制成酸菜，但经常吃酸菜对健康不利，特别是大白菜在腌制9天时，是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时候，因此腌制白菜至少要15天以后再食用，以免造成亚硝酸盐中毒。也有些人喜欢吃炖白菜，实际上各种蔬菜都是急火快炒较有营养，炖的过程中各种营养素，尤其是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损失较多。冬天寒气主令，就人体而言，既可表现为生理上的冷酷，又可反映在心理上的无情。严冬萧瑟的景色，常使人感到情绪低沉、精神不振、浑身懒散，即冬季抑郁症，或叫情绪伤风。那么如何消除呢？这里有8种方法。1. 晒太阳。阳光可驱散云雾，减少褪黑激素的分泌，是不可多得的营养素。冬天多在户外晒太阳，接受日光浴，能使人精神振奋，心情愉悦，心怀宽阔。2. 多活动。
散步、做操、打拳、冬泳等力所能及的体育运动，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和大脑兴奋，使人保持充沛的精力，是化解不良情绪的有效手段。3. 听音乐。优雅动听的轻音乐可直接作用于大脑和脑干的网状结构，产生镇静、安定、兴奋和调节情绪的功能，不仅给人以精神享受，而且能改善人的心情。4. 读书报。养心莫如静心，静心莫如读书。书报是感官、大脑和心灵的延伸，读书阅报能怡心养性，使人忘却忧愁。5. 赏花草。冬天庭院和室内栽植的花草，既可美化环境，又能陶冶情操。花草的颜色和气味对调节人的自主神经功能和情志有良好的作用。6. 吃香蕉。香蕉中含有一种能使大脑产生羟色胺的物质，它可调节人体内分泌系统，减少对情绪有不良影响的激素的分泌，使人安宁、快乐、舒适。7. 嗅柑橘。柑橘类水果不仅色泽艳丽，而且芳香扑鼻，其中所含的挥发油等芳香物质，可通过嗅觉器官对大脑产生兴奋作用，调节人的精神活动和情绪。8. 梳头发。每天用梳子或手指有意识地梳理头发，对头部进行按摩，有助于改善大脑血液循环，对脑细胞产生良性刺激，使人处于良好的精神状态平稳。冬季洗个舒服的澡，不仅能除汗垢油污，消除疲劳，舒筋活血，改善睡眠，还能提高皮肤的代谢功能和抗病力。但在洗澡时，人们常常会顾此失彼，既暖和了上半身，却冷了双脚。要是在夏天，倒也无所谓，但是在冬季，气温偏低，人体皮肤的血管处于收缩状态，而冬季洗澡水的温度又相对较高，温热的水突然从头而至，会让人体调节系统措手不及，引起头部及全身皮肤血管骤然扩张，大量血液集中到皮肤表面，导致心、脑等重要脏器急剧缺血，头晕、胸闷等种种不适也会随之找上门来。对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更要防止意外发生。冬天洗澡的正确做法是，洗澡前先用热水冲冲脚，待脚部暖和后，再慢慢往身体上淋水，让身体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也可以尝试着用边洗澡边泡脚的方法，不仅可以暖到全身，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精气运行，加强气血流通的效果，对保健身体、增强免疫力都有很好的效果。除了洗澡的顺序外，水温也不能太高，以37至40摄氏度为宜。冬季气候寒冷干燥，人体皮肤里的水分流失比较多，汗腺分泌的汗液和油脂减少，很容易造成皮肤干燥。如果不注意保养，用过烫的水洗脚、洗澡等，会使全身表皮血管扩张，心脑血流量减少，发生缺氧。孕妇洗澡时的水温更要注意不要太高，以防发生胎儿缺氧，影响胎儿发育。时间上，冬季淋浴切忌时间长，洗澡时间过长，容易使人疲劳，易引起心脏缺血、缺氧，严重者会致使冠状动脉痉挛、血栓形成，甚至诱发心律失常而猝死。此外，洗澡时间过长，头部血液供应相应减少，易导致脑缺血而发生意外。因此，冬季淋浴最好不超过10分钟，盆浴不超过15分钟。洗澡前先喝一杯温开水。次数上，洗澡频率不宜过高，因为次数太多会把皮肤表面正常分泌的油脂及正常寄生在皮肤表面的保护性菌群全部洗掉，容易引起皮肤瘙痒等症，皮肤的抵抗力也会因此而减弱，反而容易得病。另外，酒后千万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洗澡时，人体内储备的葡萄糖会因体力活动和血液循环加快而被大量消耗掉，而酒精会抑制肝脏的正常生理功能，使其不能将储存的肝糖原转化为葡萄糖，并及时补充到血液中去，从而造成血糖含量大幅度下降，严重者甚至引起休克。因此，洗澡时间最好选择在酒后2小时左右。